发布会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如果胡总看不到我人的话，一定会找我的。维林啊，你不要紧张，我只是对有件事情特别的感兴趣。张怀年一贯做事老成持重，怎么今天这么高调张扬，信心十足啊？一定是得到了贵人的相助。那么你觉得这个贵人会是谁呢？乔总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更不知道你此行的目的。为什么会对这次的竞拍地皮这么感兴趣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就是来看看老朋友，顺便来凑凑热闹。乔总，我看您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您是唯恐天下不乱吧？卫灵啊，你真是聪明啊！那么你就等着看吧，这个天下是怎么乱起来的。我对未来的发展非常有信心，谢谢。谢谢胡总，好，太谢了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哎，林威林，刚刚还看到，一转眼不见了。千羽啊，晚上有时间一块吃个饭吧。好。张总，竞拍会快到了，陈氏、恒盛一直都是竞争对手，一起吃饭恐怕有点不方便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如这样好了，等竞拍结束之后，我再专门设宴招待张总。千羽，我与你吃饭不是为了谈工作，我除了是张总以外，还是你的父亲。这次竞标，陈氏的胜算很大，可你是我的儿子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随时可以退出竞标。你放心，父子连心，我不会为难你。张总，这几年我学到的知识，都在商场里。商场无父子，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我们讲的不是亲情，而是利益。在商言商，我还是希望张总不要手下留情，和我们恒盛一较高下。胡董来了，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胡董事长，听说胡总和张总有10几年没见了，是不是您一直阻止他们见面？说一下。董事长，新闻发布会还顺利吗？已经结束了，好，非常顺利。胡董事长，今天您出现在香港，是否表示恒盛对明天的拍卖非常重视呢？胡董事长，听说您跟张总之前有过一段婚姻，离婚之后依然有一些恩怨。此次恒盛集团和陈氏集团共拍1块地皮，是否跟此事有关呢？我跟张总之间的感情问题不会放在工作上面，并且我们之间没有那么深的误会。工作之余，我们依然是好朋友。至于那些恩怨的传说，我相信应该是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杜撰出来的吧。是啊，从工作层面上来讲，我非常佩服胡董的能力。在感情方面，我们私下里还是好朋友，所以传说的恩怨问题根本不存在。张总说的对，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依然是好朋友。他们2个说的对，我们3个认识很久了，但一直以来都是朋友。竞拍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。环球不也要来参加竞拍吗？难道你们会觉得我和胡董事长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？商业行为不会影响真正的友谊，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，啊？就像乔总说的那样，既然我们大家这么久都没见了，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我请客。乔总赏脸吗？胡董事长的好意我心领。不过我在香港这边还有一个慈善募捐会，有些事情还要办，所以就不能陪2位。
改天我做东，好好招待二位，啊！我会把小朋友们一起都请上，到时候可要赏光哦。不如3位一起合张影，留个纪念吧。是啊，3位合张影吧。对啊，是。好啊，来，大家好，快都拍了。来看这边，来看这边。千羽，来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蟹黄汤包。这家的蟹黄汤包特别有名气，皮薄，汁多，用料也新鲜，快尝尝看，是不是你喜欢吃的口味儿？哎，你真的以为我们来就是为了吃你这顿饭吗？啊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亏欠我们母子的，就这顿饭，通通都可以弥补吗？但凡你对我们母子还有一丝丝的愧疚，就请你应该立刻退出拍卖，不要再跟恒盛作对了。我不想跟你吵架。这么多年了，好不容易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，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，好吗？来，千羽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还好意思说我们是一家人？你自己想想看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有做父亲的样子吗？怎么是我没有做父亲的样子啊？你给过我做父亲的机会吗？多少次我去找你们，想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不是每次都把我拒之于门外吗？哼，好啊，现在要我做父亲的样子了，那你起码让千羽先认我这个父亲吧。千羽，你现在就叫我一声爸，我马上为我过去的事情向你们道歉。你做梦！你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啊？不要吵了！我告诉你，千羽，我们走，跟这种人不要再废话。你不要急着走，这件事情一定要说清楚。进恒盛这么久，董事长不管干什么事情，都是气定神闲、成竹在胸的样子。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情绪这么激动。新一好像很生气，我要进去。哎，这是他们的家事，终归还是要他们自己解决。我们毕竟是外人，还是别去插手。千羽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，你今天到底认不认我这个父亲？好，今天我就给你个说法。张怀年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这一辈子都不配有儿子，你这一辈子也不配做父亲。胡鑫，你不要再缠我们了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千羽，你没事吧？千羽，你们不要再吵了好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每次见面都吵个不停，有话就好好说。没有话，点个头，打个招呼，不要弄得像敌人一样。我不想听你们吵，我走了。千羽，千……老爸，你没事吧？千羽，
可以陪我去走走。张叔，你没事吧？人家不都说了吗？女人就是麻烦。你看看你，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胡董事长都不替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好好的一家人，被他搞得四分五裂的。明明是你的儿子，他都不让你相认。对了，张叔，到时候你不会顾及父子情谊，故意留情吧？家事和公事，我还是分得清楚的。我不会有一丝的懈怠。陈总，你就放心吧。张叔，你说的对。我想别到时候您把他当亲儿子，他却根本不认您这个父亲，那不是得不偿失吗？胡董，还是没有人接。您不要太担心了，我已经派人出去找了，一有消息他们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。知道了，你先休息吧。虽然你不说，但是我知道你不开心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站在这里很害怕，但是如果我不鼓起勇气站在这里的话，我相信我永远都看不到这么美丽的夜景。之前有人跟我说，只要自己不开心的时候，就要站在高处往下看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很渺小。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痛苦也变得微不足道。你看，从这里看下去，不管是深圳、香港，还是全世界，整个城市都变得很渺小。这个时候发现，原来自己的不开心真的是那么的小。我知道心怡和张伯伯的事情让你很难过，但他们是你的家人，所以不要愤怒，不要怨恨，只要尽自己的努力去爱他们，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。到时候你回过头发现，现在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值一提。你说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人有2000亿个，就像天上银河系里面的星星一样。
大约也有这么多。每颗星星与星星之间都离得很远，就像我们人一样。一个人遇见另外一个人，是2000亿分之一的奇迹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握着我的手，干嘛？珍惜这2000亿分之一的缘分。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，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，我怕靠近你，却靠得太近，我快骗不过自己，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，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，我怕你看出我故意，就是代表我的心已全被你占据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了？没打通吗？2个人一整晚都没消息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千羽和你联系了吗？没有啊。嘿，这种时候你怎么可以没有他的消息呢？你可得看紧点儿，免得被人乘虚而入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了，哥。可是你也要把维林看好啊。当然了，你哥我在恋爱上从来没有失败过。我知道，哥你是谈恋爱界的高材生，可是你要加把劲儿，早点把维林娶回来。好啊，那就看看到底是你先多一个嫂子，还是我先多一个妹夫。没有问题啊。不跟你讲了。那晚安了。应该是说声早安。那我先进去了。举办的春晖杯救助失独老人慈善人力车大赛的比赛现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比赛获得的所有奖金，还有募集到的所有善款，都将会用来改变失独老人的生活状况。那么今天的比赛规则非常的简单，一位帅哥搭配一位美女。
谁先跑到终点，谁就获得比赛的胜利。话不多说，比赛马上开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有时候我真羡慕你有这么个儿子，你看，简直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哎，他边上的那个是姚一琛姚总的儿子吧？这两个小子龙争虎斗的，哎呀，让我想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。想当年呢，我跟林顺鹏林总也跟他们俩一样，谁也不服谁，老想比个输赢。可惜啊，林总英年早逝哦，让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一较长短喽。当年要不是有人使坏耍手段，我哥林顺鹏他不会走得这么快。是吗？怎么我听说的故事是另外一个版本？林总的死是有人夺场杀人？要这么说，应该跟其他人没什么关系吧？你说呢，胡总？太慢了，他们已经跑远了。好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比赛的关键时刻，究竟是谁会首先冲过我们的终点线？哇，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了！可是最终冠军是谁，还需要我们技术团进行统计，因为他们的差距非常的微小。非常感谢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的嘉宾评委，还有我们所有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。怎么办呀？他们都跑完了。我在家里晒着太阳，好好的，不是你说有奖金，我才不出来受这个罪呢。受不了，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哎呦！明天拍卖的事情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资金上面出了些困难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还是照常进行。那就好。如果你觉得成功几率不是那么大的话呢，那就跟我一起回深圳，把王书维留在这里就行了。困难常常会出现，但是只要能把它解决就好了。你自己安排妥当就行了。张怀念，他这次是别有用心的，除了拍卖地皮之外，你自己多留点心眼儿，不要被他麻痹了。还是忘不掉过去，对吧？我知道他以前伤害过你多次，但是最难熬的时候，不是都熬过去了吗？何必要这样子，彼此紧抱着仇恨不放？妈，你是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一个非常成功的优秀女性。
可不要把自己搞得愁眉苦脸，放不下自尊心。你不快乐，我也不会快乐。你真的想要这样子吗？我知道了，竞拍的事情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需要任何帮忙，随时告诉我。谢谢妈。舒维，竞拍准备的如何？我个人调动资金到位了吗？已经到位了，明天一切正常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竞拍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你一定要密切注意，免得别人也看上同一块地皮，横生枝节。知道了，老板。可是为什么每次都找我去做啊？你明明就还有一个助理就住在隔壁啊！哎呀，早就说过让我住你旁边嘛。让我干活还要让我跑那么远，每次都得来回跑。哎，老板，维林好像醒了，我们找他过来一块工作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刚不还在这儿？是我眼花了吗？小声点吧，别吵醒他，让他睡吧。哦。长腿叔叔，你还记得我上次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他说之前一直都喜欢我，我觉得或许是真的。老板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李云林刚才的确就在外面，我绝对不会眼花的。这个音乐蛮好听的，挺让人心动的。哎，千羽啊，竞拍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陈氏和恒盛就要在竞拍场上兵戈相见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只要你表个态，28号地皮就是你的了。哟，这儿还挺热闹的，没想到洗手间里竟然还可以谈论天下大事。张叔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吗？还需要专程跑到洗手间来和胡千羽交代一番？陈总，张总刚刚只是在跟我说，陈氏对28号地皮非常感兴趣，一会儿要在拍卖场上跟我们较量一下。既然您来了，我就跟你表个态，恒盛对这块地皮寄予厚望，谁胜谁负，一会儿见分晓。胡总真是气魄过人呐，不愧是张叔的儿子。一会儿拍卖场上也不知道你们父子究竟是谁输谁赢呢。陈总，怎么会呢？我代表陈氏
胡总代表恒盛，我们各为其主，怎么会念及父子的情感呢？那我就期待两位精彩的表现了。胡总，竞拍场上见。下面要拍卖的是28号地皮，地价是10亿，现在竞拍开始。15亿，15亿，20亿，20亿，干定。 40亿，40亿。哇，那就是大环球啊！现在环球给出了40亿的价格，有出更高价格的吗？40亿1次，40亿2次，45亿。好，陈氏给出了45亿的价格，45亿1次，45亿2次，50亿，50亿，50亿。咦，胡千羽不是张怀宁的儿子吗？一家人还嫁了进来。嗨，外面不是说了吗？他们父子一向不和，各为其主，互不相让。 恒盛集团给出了50亿的价格，有人出更高的价吗？55亿。陈氏出55亿，有人出更高的价吗？55亿1次，55亿2次，60亿，60亿，60亿。 61亿，61亿，有人出更高的价吗？61亿1次，61亿2次，61亿3次。成交，陈氏以61亿成交。 这地还真值钱。张总，您对这次拍卖的结果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这个地皮呢，物有所值，价钱也很公道。我们已经准备了相对的开发计划，很快就会公布给大家。希望各位对我们将来的计划给予继续的支持和鼓励。啊，胡总啊，细节啊，让我的助理跟大家再聊一聊。不好意思啊。 诸位好，我是陈氏公关部的负责人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来提。千羽，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们是父子，只要你愿意，这个地皮还是你的。谢谢张总的厚爱，不过拍卖场上一向都是如此，价高者得。恭喜陈氏拍到这块地皮。 请慢用。我是你母亲啊，你有没有把我当妈妈看？你听过我一句话吗？啊？董事会对你来香港参加竞拍一直是非常的反对，可是你呢，偏偏要来。现在好了，也输给陈氏了。 董事会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要来香港，可你就偏偏不听。
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看我们真的得好好想一想，怎么回去面对董事会。妈，是你把竞拍资金先扣掉了20%，不是吗？竞拍不成功，早就在你的预料之中嘛。不过您别担心，我本来的目的就不是28号地皮，而是古潼这块地皮。舒伟已经把它给拍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古潼的地皮啊？荒唐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就一个人擅自做主了吗？我看你回去怎么向股东交代。新一怎么了？是因为竞标地皮失败的事情吗？好像不太高兴啊。太后何止不高兴？这是这个项目的开发材料和前景预期。我相信董事会的股东们，在看了所有的项目书之后，会了解这所带来的巨大收益。就算邱志新存心要与我们作对，他也不会故意跟钱过不去。既然这么有信心，今天下午，邱志新就会召开所有的股东大会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你还有没有这么大的自信？心怡，喂，伟玲啊，这次陈氏能够竞拍成功，多亏了你呀。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我会把你爸爸的那个视频双手奉上。我知道你是担心倩宇竞拍失败以后，恒盛的董事会会为难他们母子。我跟你说过了，竞拍这个地皮，我只是为了多一些跟倩宇接触的机会。如果他们遇到困难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管。所以呢，你也不要背太大的包袱，啊，毕竟是件好事情嘛。我知道张总，您言出必行，但也请您记住今天说的话，不要让心怡太为难。嗯，放心吧。君莫，魏玲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我知道你对胡董事长一片真心，总有一天，你的真心会被所有人理解。所以事情既然已经做了，就不要犹豫后悔，坚持自己的理想去做吧。笑一个，我们回去吧。舒伟，安排一下回深圳，马上出发。这么快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董事会对我们香港地皮竞拍的事情非常不开心，邱志新已经召集了所有的人，下午便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，我们必须在这之前赶回去，不能太被动。好，千羽，我们跟你一块儿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难得休假，在香港多待2天吧。我们还是跟你一起回去看看董事会对这次竞拍是什么态度吧。维林，你说呢？是啊，我们跟你一起回去吧。好，出发吧。君莫，你要不要先带杨安回去休息一下？我和舒伟准备股东大会。李维林，你先留下来。好吧，那我先把瑶瑶送回去，换身衣服就过来。待会儿见吧。拜拜。我和舒伟还要准备股东大会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吃点东西吧。走。
这儿有人吗？没有。最近怎么样？工作顺利吗？挺好的。沐晨，上次的事实在是……你慢慢吃吧，我吃好了。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，有个愿望，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只记得那句不要担心，还有我，所以愿意不去寻觅另一个代替。像从前未改变，是我临终坚决。原谅不是妥协，原谅是为纪念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。像从前未改变。